就差一点，再坚持一下就能到顶了。这是哪里？医院？不像，我不是从悬崖上掉下去了吗？这不是我的脸，穿越？怎么会穿越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叶莹，还不起来？日上三竿了，成何体统？你是叶家少主，行事要有分寸，天天跟那些狐朋狗友出去鬼混，成何体统？就这点本事，也配与我交手？这灵草我要了。这些记忆是这具身体的。怎么，还要为娘亲自来请你吗？连我都不认识了，睡昏头了。我是你娘，姜妍。姜妍、娘亲、长生叶家，这些名字怎么这么熟悉？瞧瞧你这副鬼样子，衣衫不整，披头散发，哪有半分叶家少主的样子？定是昨夜又溜出去与那些狐朋狗友厮混。待你父亲回来，看不好好管教于你。长生叶家、仙盟，这是我写的《寰宇争锋》里的世界，我居然穿越到自己写的小说里，还成了这个必死的炮灰反派。不行，我不能死！待你父亲回来，看不好好管教你！该死的原主，这些罪孽迟早要算在我头上。我知道剧情，我知道苏玄尘的所有机缘和成长路线，我一定能改变命运。坐下，还愣着干什么？先喝点冰心玉髓羹，定定神。瞧你这脸色，跟丢了魂似的。是，母亲。冰心玉髓羹看起来没什么味道。多吃些青灵叶和赤血米膏，对你稳固炼气6层的修为有好处。这就是灵石的效果，果然和凡俗食物天差地别。你父亲上次传讯还问起你的进境。下月初，仙盟的新秀试炼就要开了，这次轮到我们叶家协办，地点在东南3000里外的云雾泽。你准备一下，随族中队伍一同前往。来了，原著第一个关键剧情节点就是这次试炼，叶颖和苏玄尘结下死仇，走上毁灭之路。什么垃圾药草也当个宝贝？叶颖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。我身体不适，恐怕……胡闹！身体不适，我看你是心里有鬼。这冰心玉髓羹是白喝的吗？这般推三阻四，是不是又想去见那些不着调的朋友？这次试炼你必须去，仙盟各大附属家族的年轻子弟都会参加，正是你结交英杰、为叶家争光的好机会。是，母亲，孩儿知错了。试炼，孩儿会去的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叶颖，但我绝不会重蹈原著的覆辙。这一次，我要活下去。又是这些记忆，苏玄尘一剑穿心的结局，我绝不同意。朽木难雕，活下去，必须活下去。避开晨雾谷，低调隐身，精准绕路。原主资质不好，可再差也要练。死在苏玄尘手里，不如死在修炼路上。引气入脉。哎，
原主根基烂到骨子里，炼气6层就是个空壳子，经脉里全是杂质。看看储物袋里有什么。灵石、剑、匕首、丹药，就这些。有毒。地图。云雾泽安全区，这是原主藏的，还是别人？防御法器没有，丹药副作用大。这半张地图是唯一的底牌。打不开。开了。这是温养神魂，这是原主小时候见过的玉佩。3日炼熟法术，结合地图绘图，向母亲讨符箓，摸清毒效。这一局我要翻盘。藤父，藤父。原主连基础术法都练得半吊子，这样下去，别说避开苏玄尘，遇到普通妖兽都活不了。试试玉佩辅助修炼。有用，玉佩能辅助灵力运转。母亲，新秀试炼凶险，孩儿想为家族争光，特来向母亲讨要几件保命之物。今日倒是安分，不在房里厮混了。你有这份心思便好。去取3件东西来：1瓶上品解毒丹，3张金刚符，还有那件软鳞甲。这些都是家族珍藏，试炼中谨慎使用。若敢用来胡闹，我定不饶你！孩儿谨记母亲教诲。哟，这不是我们的少主吗？拿着锦盒，是又从夫人那里骗了什么好东西？让开！怎么，现在知道装老实了？以前欺负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副模样。你若再拦路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不客气，就你这炼气6层的空壳子，今日我都要看看你怎么不客气。我不想惹事，但也不怕事。试炼在即，你若想自误，我奉陪到底。你敢还手？算你有种！试炼场上，我再找你算账。原主的仇家真不少，必须尽快提升实力，否则没等遇到苏玄尘，就先死在自己人手里了。玉佩还能防毒，进步神速，有双佩辅助，20天足够我熟练掌握基础术法。苏玄尘叶浩，还有那些未知的危险，尽管来。这一次，我不会再任人宰割。还不够，试炼中遇到妖兽或其他修士，这点威力根本不够自保。有双佩辅助，修炼速度已经快了不少。再坚持，今日必须把藤父、叶刃、木鳞甲练到熟练。少主，夫人命奴婢送来5扇，并传话，请您善后前往藏卷阁一趟，挑选1、2门适合试炼使用的辅助术法或战技。知道了，放在外间吧。快吃，补充修炼消耗的灵力。辅助术法，若是能找到敛息、遁逃类的技能，试炼时存活率能大大提升。玉佩有反应，
难道那里有什么特别的？浮光掠影步、敛息诀、清心咒，就是这些。好邪异的秘术，去登记处吧。可拓印一份，10日归还，不得私传。是。有了敛息诀，避开苏玄尘的把握又大了几分。先把敛息诀炼化，开始修炼。天黑了，得抓紧时间修炼了，没多长时间了。练息、闪避、凝神，再加上基础术法，试炼的保命底牌又多了几张。荆棘路又如何？我偏要闯过去。先练习敛息诀。效果比预想的好，同阶修士不仔细探查，根本发现不了我。好累，这是什么？又是那枚暗青色玉简，那邪异秘术绝对不能碰。身法加术法、攻防闪避都有了雏形，看我如何顺利通过试炼，避开所有死局。有清心咒，就算遇到低阶幻术或心神干扰，也能稳住阵脚。接下来该去拿装备了。少主，退下吧。少主，库房物资需登记取用，不知少主所需何物？驱虫粉、低阶玉警符、清水符各取10份，再要1块2阶妖兽皮鞣制的护心镜。少主，护心镜库存不多，需夫人手谕。试炼在即，我为家族争光，取块护心镜都要手谕，还是说你觉得我拿不到手谕？不敢不敢，少主稍后，我这就去取。算你识相。哟，少主今日倒是勤勉，居然来库房筹备试炼。试炼场上见真章，现在逞口舌之快，没用。怎么不敢动手？怕在库房闹事被夫人责罚，我偏要逼你。下次再拦我，就只摔一跤这么简单了。练息、身法、术法、物资都已齐备，剩下的就是在试炼中避开所有死局。修炼。不管那秘术是什么，我只走自己的求生路。浮光掠影步练得差不多了，起码可以躲过试炼中的危险。这是什么？之前炼术法从未出现过，这玉佩绝对不简单。玉佩怎么发光了？藏卷阁的玉简，玉佩的符文，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联？这片区域不在任何记载里，偏偏和玉佩符文对应，是机缘还是陷阱？绝灵，这是什么阵法？谁在外面？有人在暗中观察，是叶枫的人，还是叶浩派来的？昨日让你侥幸脱身，今日我看你往哪跑！这淬毒短刃就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，正好试试它的毒性。你就这点本事？试炼分组定了吗？叶浩和叶枫在哪个组？少主，分组还没最终定，
但叶浩公子找过大长老，说要和你分在一组。还有，我听说其他家族的子弟里有人特意打听你的消息。其他家族是谁？我不知道，只听到他们说叶家少主变了个人，或许藏着秘密。还有，刚才演武场那边有个陌生修士混在护卫里，看着不像好人。是谁写的？他怎么知道玉佩的秘密？又怎么知道晨雾谷的机缘？这纸条是警告还是威胁？出来！谁派你来的？匿名纸条是不是你写的？玉佩的秘密你知道多少？少废话，把青玉佩交出来，饶你全尸。试炼场上，我必取你玉佩。碎片、玉佩、玉简、绝灵躯，他们到底藏着什么秘密？那个黑影到底是谁的人？绝灵之地，玉碎魂归，浮影缠身，生死难违。这碎片竟自行化去了。不管这里是机缘还是陷阱，试炼中我都绝对不靠近。先解决眼前的麻烦，查清黑影和匿名纸条的真相。叶浩、叶枫一组，叶影、叶晨一组。大长老，弟子恳请调换组别，我想与少主一组，也好照看少主。哦，这位便是叶家少主，不如与我一组，试炼中也好切磋切磋。大长老，弟子资质浅薄，术法粗陋，怕是配不上这位公子。况且我与叶晨一组，早已说好相互照应，贸然调换，恐误了试炼。叶家少主，识相点，把你胸前的玉佩交出来，试炼中我便不为难你。想要玉佩，凭本事来拿。试炼场上，咱们再算总账。他们果然勾结在一起了。试炼的凶险远不止苏玄尘。玉佩怎么回事？守阁人，玉佩乃上古遗物，藏着绝灵之地的秘密，也藏着你的生机与死劫。绝灵之地有什么？玉佩和我的死劫有什么关系？藏卷阁的协议玉简是不是也和这些有关？不该问的别问。试炼中守住玉佩，避开绝灵区，或许还能保命。你确定叶影的玉佩真能打开绝灵区？绝对没错。试炼中，你帮我除掉他，玉佩归你，叶家少主之位归我。只要拿到里面的东西，别说炼气7层，筑基境都指日可待。这是追踪符，贴在他身上，无论他躲到云雾泽哪里，我都能找到他。记住，别打草惊蛇，等进入雾泽深处再动手。绝灵之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所有人都盯着我的玉佩？试炼中既要避开苏玄尘和陈雾谷，还要应对叶浩、林彻。有人在我房外放了追踪符，是叶浩还是林彻？糟了，快打开灵力屏障，隔绝气息，防止被追踪符锁定。少主倒是来得早啊，就是不知道到了云雾泽能不能跟上我的脚步。叶家少主，昨日的切磋之约我可没忘，试炼中还请少主不吝赐教。记住，试炼7日，保命第一，禁止同族相残。但若遭遇外敌，可放手反击。小心行事，平安归来。人已到齐，登舟。有些人就算躲得再远，该来的麻烦也躲不掉。有妖兽袭击，是一阶妖兽清文雀，大家做好防备。叶家少主，不如露一手，让我们见识见识你的实力。
比传闻中厉害得多，必须死。只要低调行事，不惹纷争，避开危险区域，平安度过。这些是我唯一的依仗，绝对不能有事。云雾泽终于到了，苏玄尘此刻应该也在前往晨雾谷的路上了吧？叶家子弟在那片空地集合，希望不会被注意到。试炼为期7日，以采集水源草、猎杀泽西、获取晶核为基础任务，按数量质量评定成绩，禁止蓄意杀生，求救则试炼失败。第7日日落前必须返回营地。开始试炼，按照原计划躲远一点。是遭遇了妖兽，还是修士间的冲突？必须避开所有争斗，不能暴露自己。越是平静，越可能暗藏杀机，不能大意。第一个小目标顺利达成，但这仅仅是开始。苏玄尘此刻应该已经在前往晨雾谷的路上了吧？我必须加快脚步，同时避开所有危险。死手别抖啊，这可是第7株了，别碰断叶片。总感觉哪里有动静。潭边的水源草长得真壮，就是那片水潭看着不对劲，感觉有东西藏在里面。果然是炼气中期的泽西，潭边硬闯肯定不行，下游浅滩地势低，水流声能遮动静，就从那边走。芦苇丛正好遮身形，抓紧爬。眼前这几株速踩速跑，连根拔起才能保存药性，赶紧收进玉盒里。不对，有老六的气息就在附近。有人偷袭，木灵夹起，好强的力道！借着阻力赶紧溜，把水源草和泥掷向水潭，引妖兽过去拼一把。上当了，没跟过来。可恶，这妖兽居然冲我来了！那木刺力道真强，要是没有木灵甲就完犊子了。木刺有毒，还好灵甲挡了大半，只是沾了一点，麻得厉害，得赶紧解。清水符催动，净化伤口，毒性暂压下去了，还好没伤到经脉，只是这地方不能久留。谢天谢地，玉盒也没丢，抓紧离开这是非之地。接下来往打斗声反方向走，越快离开越好。他们缠斗正凶，别沾边，趁着间隙赶紧走，离得越远越安全。人心比泥沼更深，比毒刺更冷。这试炼之地果然步步危机。先把消耗的灵力补回来。专注运转心法，灵力顺着经脉流转，周身的光晕越来越凝实。木灵甲比之前更厚实了，灵力恢复6-7成，足够应对低阶妖兽。该动身了，不能松懈，得抓紧时间继续找落单的泽西。虚拟地图标注得很清楚，预设路线以南，泽西大概率藏在石缝或树根处。土堆是泽西常喜欢的干燥地方，附近不会就有泽西吧？等等，是泽西爬行的声音，好像在那边。真是天助我也！岩石上那只泽西正是下手的好目标，就是现在！横缚术，缠住他的后腿和尾巴，让他动弹不得，看他还怎么反抗。淬毒匕首出鞘，对准脖颈与躯干的连接处，这是他的要害，一击致命。血迹会引来其他妖兽，必须处理干净。连续解决3只，储物袋里有3颗晶核了。歇口气，继续寻找。前方是什么？
这痕迹绝对不是泽西能造成的痕迹，到底是什么东西留下的？深绿色鳞片带金属光泽，朽木上还有焦黑爪痕，难道是火灵鳄？那可是比泽西危险得多的妖兽，是个潦草的箭头指向丛林深处。地面有拖曳痕迹，不是泽西的，难道是其他更厉害的妖兽？大概率是陷阱，绝不能走进去，赶紧离开。目标只剩2颗泽西晶核，绝不能在节外生枝。冷静，再冷静，完成任务最重要。在这危机四伏的试炼场，谨慎才能活下去。10株水源草，3颗泽西晶核，还差2颗。太阳偏西，天黑前必须找到落单目标，完成最低任务。前方灌木丛有灵力波动，不是妖兽的气息，是活人的灵力，而且还不弱，赶紧躲起来。是一男一女，男子气息紊乱，女子站在对面，周身灵气纯净，看样子是名门弟子。那男子的眉眼，是他，天命之子，居然真的出现在这里，还受了这么重的伤。那女子发间玉簪刻着仙盟印记，是盟主之女。我是仙盟柳清玄，你受伤了，需要帮忙吗？在下苏玄尘，一点小伤不碍事。我这有清障丹，可解百草之毒。他为什么要帮我？多谢柳姑娘，此恩苏某记下。你还好吗，苏公子？我没事。他们俩居然凑到了一起，这和原著完全不一样。苏公子，我先行一步，我们有缘再会。好，再会，苏姑娘。好平淡的对话，没有冲突，没有交集，就这么简单认识了。原著里的羁绊可不是这样的，是我无意间的举动改变了剧情吗？还是说这个世界本就有自己的轨迹？原著不过是冰山一角，越想越觉得心惊，背后阵阵发凉。别想那些虚无的命运了，先顾好自己，找到安全的过夜地，凑齐最后2颗晶核，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事。百草殿的夜晚更危险，必须加快速度，不能再耽搁。雾气太浓，能见度不足10丈，必须尽快找到过夜的地方。黑暗中盲目移动是不行的。木棍带出黑色淤泥，看来这处泥水不浅。咬牙坚持，一定要找到过夜的地方。这怎么有个岩壁？下面还有个凹洞，仔细检查，看看有没有蛇虫巢穴。撒点驱兽粉才能有效阻挡。地方还算大，今晚好好休息会吧。干粮冰冷难咽，就着清水符凝聚的冷水吃吧。苏玄尘受伤，柳清玄的出现偏离原著，剧情扭曲了，是福是祸。那阴鸷修士的偷袭也没结束。什么声音？这么剧烈，不像雷声。地面都在微微震动，这到底是什么妖兽？看来今天晚上又要拼一把了。这妖兽好像慢慢在远离，黑影四肢粗壮，轮廓模糊，好在只是徘徊，没有进攻意图。外面的风也是刮得瘆人，驱兽粉应该起作用了。这一夜太煎熬了，刚放松一点就遇到危险。20-30丈外有黑影掠过，速度快得惊人，动作还刻意放轻。是人还是夜行妖兽？这黑影的方向和白天发现的可疑标记一致。天慢慢亮了，一会该出发了。还差2颗泽西晶核，明天必须完成最低目标，然后远离核心区域，潜伏到试炼结束。现在抓紧恢复灵力，一会好找晶石。一夜未眠，四肢僵硬的厉害，活动一下缓解酸痛。看来夜里有小型生物靠近过，幸好没突破防护。
昨夜的黑影，还有那些可疑标记，这片区域越来越不对劲了。找到最后2只泽西，凑齐晶核，立刻远离这里。前方碎石坡上，泽西正在捕食甲虫。这只泽西体型中等，灵力波动微弱，应该是炼气初期，不难对付。就是现在，浮光掠影步催动，瞬间拉近与泽西的距离。藤缚术发动，看你还怎么逃！淬毒匕首，去！第4颗晶核到手，还差最后1颗，就能完成最低任务要求了。枯木夹缝的阴影里有动静，是第5只泽西，体型比之前的稍大。他怎么突然转头了？还朝着蕨丛方向吞吐舌头，一定有异常情况。泥地上的脚印凌乱交错，明显有人刚在这里活动过，还不止一个。这是战斗残迹。水潭浑浊，水草被践踏倒伏，周围散落着骨刃碎片和染血布料，太触目惊心了。战斗肯定就发生在不久前。这半个脚印太怪异了，前端宽大，后根狭窄，像妖兽的蹄印，边缘却有锐器划过的浅痕，是人兽联手，还是带兽类特征的袭击者？昨夜的黑影，之前的异常标记，再加上现在的战斗残迹，是黑吃黑引来妖兽，还是有人驱使妖兽袭击？情况比想象中更复杂，这里绝对藏着不为人知的阴谋。这里不能久留，必须立刻离开。前方的路渺茫又充满危险，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走。不过还好，刚刚没有贪一时之利，涉未知之险。毕竟趋吉避凶，生存第一，这才是试炼场活下去的关键。不对劲，这届试炼太诡异了，有组织的猎杀，神秘黑影，古怪标记，比苏玄尘的威胁还大。还差1颗就能完成最低任务，可现在的局势到底该何去何从？有动静，是谁在那里？离太远看不清，只能隐约判断声音从那里传来。土沟内壁陡峭，还长着少量苔藓。我刚才倚靠的位置留下了泥水痕迹，得尽快离开这里，避免被追踪。潜入芦苇蒿，身体贴地前行，不能发出一点声响。居然是个受伤的少年，蜷缩在水坑边，气息微弱。看着情况很糟。少年左肩的伤口边缘呈紫黑色，明显是中了剧毒，情况危急，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救我！太可怜了，救他可能暴露自己引来追杀。不救他，肯定撑不过半个时辰。或许能从他身上找到猎杀者的线索。脉搏极其微弱，呼吸也很轻，得赶紧施救。看来他已经挣扎很久了。少年的呼吸逐渐平稳了些，嘴唇也微微湿润，但依旧昏迷不醒。伤口的紫黑色还没消退，能不能活下来，全看他自己的造化。我得在这里等一等，确认没有追兵赶来，顺便看看他能不能醒来，或许能问出些有用的信息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藏在右侧芦苇蒿后，少年躺在中央水坑旁，周围的预警机关形成防护，暂时还算安全。脸吸诀压到极致，身体贴紧地面，千万别被发现，有东西要出来了。气息阴冷，绝不是普通的试炼者。匕首攥得生疼，那个方向的动静越来越近了。是蒙面人，深色劲装遮脸，这就是传闻中的猎杀者，居然真的遇上了！千万别看我，千万别看我！那柄短刃漆黑无反光，一看就淬了毒，和之前听说的歹毒兵器一样。他在往洼地中心走，目标就是那个昏迷的人。这是在检查伤口，还是在确认对方是不是真的昏迷？这猎杀者太残忍了。他这时居然拿他的储物袋，他连这都要抢。
试炼凭证、灵石、丹药、昏迷者的东西全散了。拿起灵石了，应该是觉得就这一个有用。这表情，看来是储物袋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。这一下，对方怕是凶多吉少。他真的要下杀手，可我这点实力，出去就是送死。可看着人死在眼前，哎，怎么办啊？那边怎么了？看来那应该是信号。他收刃了，居然直接跑了，速度快得到不可置信。刚才那一下，吓得人都不行了。此地不宜久留，蒙面人说不定还会回来。赶紧走，希望那昏迷者能好好的吧。雾气在地面绕，这氛围不知前方还有多少危险。四周妖兽气息没散，不能掉以轻心。还差一颗，离任务要求差一步。与其冒险猎杀，不如用灵石换，稳妥些。往北走，那边试炼者多，总能找到交易的人。这批人实力太强，那队又太弱，都不合适。再等等。终于有合适的了。两人带伤，看着是小家族的。你们好啊，两位道友，打扰了。我不是坏人，看你们的样子，可是遇到了麻烦。我们有麻烦，与你何干？实不相瞒，在下也是举步维艰。我看两位似乎也有难处，若是你们有富余的金盒，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。我用灵石或者别的你们需要的东西换。大哥，我们正好缺灵石买丹药疗伤和恢复灵力，我们要4块。好，4块就4块，但我要先看到金盒。这下可以吧？金盒没问题，灵石你咽下。没问题。金盒是真的，成色虽普通，够用了。收好，可以回去了。多谢小师兄，我告辞了。终于能喘口气，一路紧绷着神经，这下踏实了。金盒齐了，最低任务要求完成了，不用再冒险找金盒了。不过边缘地带还是太危险，中心区域人多，先去那边躲着。摸下玉佩，定定心，接下来往中心走，别再遇到意外。他们伤的不算轻，确实急需灵石疗伤，这笔交易大家都划算。多方势力都在，眼神放亮些，看清每个人的状态。小队抱团，独行客警惕，家族队规整。这地方鱼龙混杂，离所有人都远些。这队人袖口有火焰标记，是火系小家族的。他们凑得很近，再说悄悄话，凝神听，说不定能听到关键信息。蒙面的不止一个，像在找人。腐骨钉，腐骨钉，居然是腐骨钉，和之前遇到的猎杀者用的是同一种东西。师兄他，我靠，这位大侠气息好浑厚，至少是炼气8层，绝对是硬茬。他睁眼了，视线直接朝我这边来了。糟了，被发现了！快，把气息彻底收住，和藤蔓贴在一起。一动都不能动，感知也太敏锐了。还好我敛息诀练得扎实。天，终于闭眼了，但气息没散，还是保持着警惕。这人心思极细。独行客都揣着储物袋，定是藏了不少东西。
聚集点里还有人在处理伤口，看来不止这队人遭遇了危险，猎杀者怕是无处不在。夜色渐浓，雾气又重了，正好借着黑暗撤。那位火系族的大哥也算谨慎，知道现在不能暴露情绪。也不知道那锦袍青年什么来历，希望以后不要是我的对手。暗流还没爆发，必须稳住阵脚，在这黑暗里找到一处绝对安全的地方。离聚集点越远越好。锦袍青年的感知太敏锐，多待1秒就多一分危险。那道目光太有压迫感，还好脸息诀够扎实，没被他看出端倪。远方的浮光越来越淡，终于暂时摆脱了聚集点的是非。接下来只管找藏身地。这芦苇荡深处太暗，每一步都得仔细辨。居然有块高出地面的土台，太好了！铁骨炉下居然有个洞口，图可拉投进去只有闷响，没听到野兽嘶吼，应该暂时没有大型妖兽。蛆兽粉混上臭鼬草粉末，双重气味更刺鼻。蛇虫妖兽最怕这个，芦苇根也撒上，做到万无一失。先闻闻洞内气息，没有腥臊味就说明大概率安全。里面居然这么开阔，足有一间屋子大小。吃点干粮补充体力，这一路紧绷着神经，早累透了。运转一下青木长生诀，地穴里灵气虽稀薄，但聊胜于无，先把灵力恢复些。胸前玉佩的凉意真安心，在这漆黑的地穴里，只有它能给我一点慰藉。什么声音？从地穴顶部传来的敲击声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大哥大姐别打我啊！声音停在洞口正上方了，不敢呼吸了。声音开始向右移动了，慢慢远了。他终于走了。刚才的敲击声太有规律，不像是妖兽弄出来的。难道是其他试炼者，还是那些蒙面猎杀者？看来这芦苇荡也不是绝对的盲区。接下来连外出探查都要更谨慎，不能有半点疏忽。那哒哒声是爪蹄，还是人的脚步声？这地穴怕是已经暴露了，慌也没用。青木长生诀稳住心神，灵力恢复1分，便多1分生机。这玉佩每次危机关头总能让我灵台一清，你究竟是何来人？夜色在退去，最多半个时辰，天就要亮，不能再等。趁着晨昏交替，视线最模糊的时候，摸清外面的状况。轻一点，再轻一点，任何小动都可能引来致命的注意。是好也是坏，能藏住我，也能保住我。神行符保命，金刚符护身，匕首淬了毒，一击必须之物。现在去找一个能俯瞰百草殿的高顶，每一步都得踩实，水声或泥泞都是痕迹，不止一个人，脚步深浅不一，有追着。这里不久前有过一场逃亡，残留的灵力很暴力，是试炼者内斗，还是猎杀者已经动手清场了？铁线棘、夜光血，这土丘是个天然的瞭望点，也容易成为靶子。人少了很多，像受惊的兔子，他们在躲什么？那些符号绝不是自然形成的，是标记，还是警告？猎杀者在圈定区，他们在有组织地驱赶和筛选目标。百草殿已经成了捕兽场，侦查到此为止。这里继续往前深，往他们觉得不会人去的地方。
沼泽深处，险地或许也是唯一的生路。比地图上标明的时间颜色越艳，毒性越烈。已经远离白土地区，并未超出势力边界，安全第一，继续往前。树洞必须找一个足够隐蔽的寄生根，苔藓遮蔽最好。那是鬼面榕，树干背后好像有缝隙，寄生根垂得像帘子，被苔藓盖得严实。里面是空的，给生气根增加一点力量来掩饰。让我来看看你。好，半间屋子大，枯叶堆得厚，顶上来。恢复原样，从外面看，绝不能露出破绽。先在外围做好保护。驱兽笔加臭鼬草本，撒一圈，多少能盖住阴气。暂时安全。灵力见底了，得尽快恢复。水源草10株，泽西晶核5颗，下品灵石11块，金刚符3张，神行符2张，清水符4张，就是秘密的东西。攻防手段还是这试炼玉牌带着灵力波动，是标记吗？丢了就算放弃，留着会不会被追踪？什么声音？出事了，是从百草殿方向传来的。是猎杀者动手，还是试炼者自己打起来了？星心咒，静下来，静下来。百草殿果然乱了，不是围猎，是混战，所有人都在逃或者被杀。冷静，必须冷静下来。玉佩还在发凉，至少识海还清明。心若冰清，天踏不惊，运转周天，助念平息。乱，就只有死。我必须冷静下来。此地不可久留，百草殿已成死地。返回即是送命，唯有向前，向沼泽深处去。哪怕那里更危险，不能乱。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乱。丹药、符箓、匕首、砍灵，只够3日。这一路怕是没时间安稳吃饭了，只剩一条路了，往深处走。水源草、晶核、灵石、符箓，体力不能垮。灵气太稀薄了，但能恢复1分，便多1分生机。声音停了，不对，这不是平静，这是收割之后的沉默。雾更浓了，正好，静的不对劲。这种死寂比刚才的混乱更可怕。就是现在，走。多谢庇护，有缘再会。没有气息，没有动静，只有风声和远处沼泽的窸窣。没动静，没灵力波动，安全。这一路只能靠自己了。左有积水，右绕藤蔓，踏叶莫踏枝，向前才有活路。身后是血色炼狱，前方是未知深渊。他选择走向深渊，因为炼狱不留活人。这雾浓的离谱，连半点方向都辨不清，灵力耗得越来越快了。玉佩警示越来越烈，这附近定有险地，得小心绕开，只能慢慢探，哪怕慢些，也不能待在这沼泽里。
那是什么？莫非是实地面？是岩壁，真的是岩，总算找着硬币了。沿着岩壁走，看看有没有能藏身的地方，总比在沼泽里好得强。就有缝隙，默默的岩洞。只剩最后一张预警符，先看那里面，别是妖兽无害。这是深井，若有动静，也好早做准备。安全，里面没活物动静。但愿这岩洞能让我暂避一时。可算能歇口气了。得仔细查看，确认没有其他出口和蛇虫，才能真正安心。驱兽粉和臭鼬草粉打岩石前，沼泽里的东西邪性，别被闻着味儿找来。这年头，连靠清水都要口，真是弹尽粮绝了。就剩这点吃食了，省着点用。这可能是未来几天最后一顿安稳饭，必须尽快把灵力补回来。灵气虽薄，也只能运转青木长生诀，慢慢恢复。赌一把，赌我的耐心和运气能撑到风暴过去。这鬼地方连风都透不进来，除了冷什么都没有。可连动一下的力气都快没了，试炼到底什么时候是头？别睡，不能睡，一睡过去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。落下来，快落下来，哪怕沾一点湿也能解解干渴啊！还好有你，这一点凉还能让我保持点清明，心无杂念，境由心生。谁在外面？握稳，一定要握稳！真要是有东西进来，这把匕首是唯一的指望。是幻觉，又是幻觉。叶莹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被自己的念想吓成这样，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等下去只有死路一条。就算外面有危险，也得出去看看。啊，好痛！什么东西从里面烧起来了？好烫！还有刺疼，灵魂像被扎了千根针，撑不住了。别碰我的意识！这是原主欺软怕硬，以凌辱弱小为乐。苏玄尘，原来原主这么恨他。这东西到底是什么？竟让他不惜动手抢夺？身体的掌控力比之前强了不止一点，原主的碎片被我融合了，碎了，玉镜符碎了，幽灵过来了，就在外面。别呼吸，连呼吸都别出声，他还在，还没走。抖什么？别抖，被发现就完了。走了，他的气息消失了。城主，叶影，哪怕爬也要爬出这岩穴。活着出去才有活路，走！撑住，叶影，你不能倒在这。最后一点驱兽粉，但愿能挡得住低阶妖兽。东西都细节，一点差错都不能有。玉牌在，希望就在，必须护好。这地方再也不想来了，走。好浓的雾，这沼泽腹地处处都是险。敛息诀运转到极致，不能让任何东西察觉到我的气息。忍住灵魂的疼，方向不能错，远离岩穴，越远越好。该死，体力快撑不住了。那是什么？光点？是妖兽的眼睛？还是……看不清，周围太近了，不对劲，得小心。是蝎尾草，有剧毒，还好没碰到。一点灵气也好，撑着点，看看那光点到底是什么。
理智说该绕开，但我现在这状态，赌一把，说不定是生机。这是一株奇异灵植，好浓的灵气，这是宝贝，别是有护主之物。慢一点，确认清楚。没有排斥，真的是无主的灵植，太好了，有了它就能缓解干渴和灵魂的痛。好清凉，太舒服了，灵力在恢复，灵魂的钝痛也轻了，这下有希望了。这是玉简怎么会发烫？这是高阶妖兽，我被发现了，没时间了，身形符切，好，不能被追上，再快一点，妖兽离得不远了，该死，他追上来了，不能死。糟了，肺像烧起来一样。那是什么？是碑林，冲过去。隐灵的死寂气息，但这是唯一的生路。快追上了，威压压得我喘不过气。我的玉简拓印，它怎么动了？进不来，碑林挡住他了，就是现在，躲起来。请你挡一挡，千万别露馅。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别发现我，千万别扫到我这边。呼吸，一点气息都不能漏。怎么了？他终于走了，撑不住了，一点力气都没了，连动根手指的力气都没了，真是狼狈。这地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所有铭文都被苔藓盖了，这里到底藏着什么？自己都看不清。是谁留下的这些碑？碑林，还有那只怪物。他们到底有什么关联？深处的雾气更浓，那里好像更危险。哼，暂时安全了，躲进了另一个未知的地方。该死，浑身软得像泥，动都动不了，无心如月，连一点光都没有。这鬼地方，先缓一缓，等力气恢复了，再想办法离开，暂时安全。但危机四伏，这碑林绝不是善地。灵力反噬，好强，总算稳住了。玉简拓印还在，暗玉藏文与碑共鸣，血引方开，千年秘显。方才的共鸣，到底是玉简与碑林有关，还是那邪异秘术引动了此地气息？以血为引，倒要看看你到底藏着什么秘密。动了，快显出来！仙窟碑显，古字路行，一笔一画，皆是天行。这是什么文字？好强的蛮荒气息，不敢碰。异命者，葬于此，天厌之，地弃之，鬼永过，无归期。逆命者，我不就是在逆命吗？碑林无边，冤魂无数，皆是逆命人，葬于寒食间。好了，这是无数冤魂的怨气，每一块碑下都有一个失败者。我会不会也变成这样？不能输，我绝不能和他们一样。那是什么？这刻痕和玉简上的符文好像。是了，一定是这样。
这玉简和碑林绝对有关联，说不定玉简就是解开秘密的关键。还好，不是毫无头绪，灵力反噬还在，但这点痛算不了什么。冷雾醒神，前路再险也得走下去。撑住，叶影，你不能倒在这儿，不管里面是什么，我都要去看看，一步一步走下去。我要活着离开，我要逆天改命。这残碑上的字竟能搅乱心神，逆命者3字重得喘不过气。横点好，至少还活着，不能就这么栽在这碑林里。只剩5颗回气丹，先补灵力，撑过这关再说。丹药入腹，但愿能快点转化灵力。这碑林里半分灵气都无，太被动了。暖流散入经脉，总算有了点力气。趁现在运转功法，逼出药力，要把这药力转化为灵力，不能浪费。这碑林死寂的可怕，连灵气都被吸尽了。再待下去，意志迟早会被磨没。一成灵力虽少，但够支撑行动。神行符留着保命，刚好能用。先离开这碑林再说，此地不宜久留。这残碑的秘密，日后再探。神行符扣紧，匕首在手，碑林外定有危险，不能大意。跟着感觉走，往石碑稀疏的方向去。前方就是碑林边界，沼泽的气息快到了。终于出来了，总算脱离了碑林的死寂。但沼泽的危险一点都不少，不能停。避开之前的危险区，脚步放快，但保持警惕。有人，来者不善，躲起来，看看情况。这毒刺蔓丛倒是天然的掩护。快走，他们追来了！再慢一步，我们都要死在这。撑住，我带你走，一定能撑住的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别喊，别引来了，快走！慌什么？看你们这副模样，怕是被人追得走投无路了吧？我们只是路过，井水不犯河水。完了，他们追上来了！不对，有杀气，而且不止一股，我们根本跑不掉。与其被他们领走，不如自我了断。不行，我不能丢下你，我们一起进来的，要一起出去。四面八方都是杀气，雾气也越来越浓，这下连我也被卷进来了。试炼之地，处处皆是猎物，亦处处皆是猎手。救救我们！后面有猎杀者追杀。多管闲事会惹麻烦，但见死不救，终究过不了自己这关。想活就听我的。金刚符暂护他心脉，撑一时是一时。完了，刚烈虎口有一位置之人，这一次真的要栽了吗？他的伤你立刻处理，跟我来。他愿意救我们。多谢道友出手。趴下，别出声。低洼处易守难查，暂时能避过锋芒。人呢？跑不远，仔细搜。神行符备着，能战则战，不能战便撤。拼了，跟着他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上，拿下他们，竟敢反抗！小子，敢挡我们的路！凭借地形，拖一时是一时，一定要让他们走远。快逃！好强，他的修为比我高出1000，这样下去，迟早要被打死。不能出声，不能拖累别人。别回头，我们跑远了，他才安全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，我们跟下来必得报答。糟了，大意了，毒素在快速蔓延，是玉佩在压制毒素，撑住，还有机会。找死！就是现在，撤！小子，别跑，有种跟我决一死战！傻子才跟你死战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站住！怎么会是悬崖？与其死于他手，不如赌一把。没路了，受死吧！可恶，居然让他跑了！还活着，终于撑过来了。逆命之路，我会一直走下去，无人能挡。穿深蓝色劲装，袖口有火焰标记，是那个提到蒙面人和伏古丁的小家族子弟。好累，走不动了。
叶影，脚步声更近了，不止一个人，而且速度极快，是追兵，也有可能是那些蒙面猎杀者。救救我们！他们要抢玉牌，救还是不救？救人会暴露自己，不救。看着这2个少年死在面前，也挺残忍。他们或许很有价值。走。制造些打斗痕迹，干扰猎杀者。猎杀者的首要目标是那2个持有玉牌的少年。我刻意制造了误导痕迹，或许能暂时瞒过。果然是猎杀者，他们来过这里，应该刚走没多久。血迹指向这边，但痕迹太乱，可能有诈。你追另一个方向，我追血迹这边，不能让他们逃出这片区域，惊动监察。我们分开追，绝对不能放过他们。是。第一步成功了，暂时引开了一个，但那2个重伤少年应该撑不了多久。算了，救人救到底，还是跟上去看看吧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我需要信息，需要确认猎杀者的手段、目的，或许有机会做点什么。总感觉身后有人。没人，我的错觉吗？你们跑不掉了。距离不到20丈，不能再近了。这猎杀者身法扎实，这2个少年不是他的对手。这沼泽雾霭比昨日更浓，连天光都透不进来。按原剧情，外围该有先盟监察点，可连半个人影都没见着，不对劲。这片区域的植被倒伏方向乱了，定是有人刚经过。但愿不是猎杀者。跑不掉的，快把玉牌交出来！问哼声，是那2个少年。糟了，难道已经被追上了？这水溶板根够粗，能挡住气息，得屏住呼吸，等他们过去再探查。那少年身下的血晕开这么大一片，怕是撑不住了。你们家族藏的那片青铜残片，今天也该交出来了。还想传消息，太天真了！今天一个都别想走。又死掉了吗？好不甘心啊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你们这群怪物，我就算死也不会给你们残片。别浪费时间，直接废了他的灵力，搜完赶紧走。你们会遭天谴的！杀了我，仙盟不会放过你们。仙盟，等他们发现的时候，一切都晚了。该死，他们把残片藏到了哪里？有陌生人的气息。身上也没有。等他们走了，我再出去。玉佩的净化之力能掩盖我的气息，应该不会被发现。刚才明明有陌生的气息，怎么又没了？算了，该去汇合点了，不能在这里浪费时间了。他们的方向是山谷深处，汇合点应该在那边，得赶紧去找残片，然后离开这片区域，太危险了。猎杀者收集玉牌，寻找特定残片，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？残片是关键，玉牌是凭证，还是与这片沼泽隐藏的古老秘密有关？这雾浓得像化不开的墨，泥泞里都浸着血腥味。猎杀者还在搜捕，不找个隐蔽地方，迟早被他们找到。脚步再快些，必须远离这片是非之地，找个能藏人的地方喘口气。他们要的不只是玉牌，还有沉雾谷的残片。洞窟里面会不会藏着线索？脚下变硬了，泥泞少了，居然有岩石，这地势不对劲。有水流声，很轻，像是从岩石后面传来的。果然是古河道，岩石嶙峋，还附着后青苔，雾气在这里居然淡了些。这地方太显眼，不能久留。洞口凉风往外吹，带着股陈腐的味道，要小心探查。玉佩动了，还泛着青光，难道洞里有和玉佩相关的东西？玉简也有反应，这洞里的东西居然和两者都有关联，里面说不定能找到破局的线索。任科石子逝世生前
要是有妖兽，肯定会有反应。没有机关触发，也没有妖兽嘶吼，看来洞内是安全的。进去看看，说不定能找到对抗猎杀者的筹码。这里面安静的太诡异了，得仔细检查每一处。这刻痕不是天然的，是扭曲的符文，和碑林残碑上的风格完全不同，但同样带着古老蛮荒的气息。是谁刻在这里的？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？是祭祀场所，还是失败者的坟场？看来这些枯骨以前也是修士。这是试炼玉牌的碎片，颜色暗淡，但能看清仙盟的标识。猎杀者收集玉牌，难道和这个古老阵法有关？阵法中心的孔洞亮了，这阵法的力量太恐怖，只是微光就有这么大动静，要是完全激活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这根本不是普通的符，是能吞噬生命的邪阵。这些枯骨难道都是被这阵法吞噬的修士？头好疼，像是用无数根针在扎识海。这是精神冲击，是阵法传来的，还是里面藏着什么东西？又一个逆命者送上门来了。他说我是逆命者，难道这阵法就是为了猎杀像我这样的人？又一个逆命者送上门来了。头要炸了，这声音直接凿进识海，神魂都在颤，根本挡不住。我这点修为，在他面前不堪一击。玉佩在发光，是在对抗识海的诡异力量吗？阵法的红光更亮了，这红光里藏着无边的黑暗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谁？你到底是谁？不要给我装神弄鬼，有本事出来啊！时间太久，名字早忘了。你可以叫我守墓人或是狱卒。狱卒是镇压逆命者的狱卒？你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？想要什么？新鲜的血肉，纯净的灵魂，或是你身上那件有趣的小东西。他居然能感应到我身上的东西！糟了，识海的意识在烧，原主的黑暗碎片和我的求生意志缠在一起，拼了！就算是死，也要扛住这股吸力。你身上竟有同类的气息，还有那令人作呕的篡逆之气的碎片。很好，吞噬了你，本座便能多恢复一丝力量。玉佩发光了，这光好柔和，却又特别坚韧，有救了。红光被逼退了，这是镇魂玉，不对，气息不对，但为何能克制本座的阵法？趁现在快逃！想跑，本座岂会让你走？那是青铜残片，猎杀者找的残片，可现在根本没时间捡，逃命要紧，先记着位置。逆命者你逃不掉的，你的气息已经被标记，这片沼泽终将吞噬你。玉佩恢复冰凉了，表面多了一丝莹润的光，金刚符的金光也散了，还好撑到了最后，玉简的灼热感也消失了。刚才那一番对抗，神魂和身体都快撑不住了，太险了。我只是想活下去，却偏偏卷入了这么大的局。接下来我该往哪走？肺腑像被揉碎了一样，每喘一口气都疼。这就是那老东西说的标记，到底是魂印还是阵法留下的污迹？这标记竟能破我的敛息术，还好有这玉佩。不管怎样，这条命是他捡回来的。这玉简的来历越来越诡异，刚才他的逆反令能抗阵法，却也引来了那老东西的觊觎，不能坐以待毙。这洞窟附近就是死地，守墓人虽出不来，可标记会引来更可怕的东西。我得先找地方躲起来，弄清楚这标记到底怎么解。刚才不小心踩了泥，哪怕是个小泥印，都可能成为追踪的线索，一点异常都不能留。天然灵气节点，标记被灵气激得更亮了，气息也更明显，必须赶紧离开这，再待下去肯定要引东西过来。这里林子密，根系又稳，能藏人，或许是现在唯一的选择。虽然阴森，但总比在开阔地当活靶子强。希望里面没有更危险的东西。这里又潮又闷，汗都冒出来了，视线更差了，只能靠耳朵听。不对，有声音，从左后方来的，离我也就10几丈，还在往这边靠。
现在的我根本扛不住正面冲突，先躲起来再说。希望这草丛能挡住他的视线，千万别被发现。这么快就来了，我现在这状态根本打不过。间距越来越近，这妖兽很谨慎，不愿放弃，躲是躲不住了，只能拼了。压迫感越来越强了，他要发动攻击了吗？只要他再靠近，我就一刀刺过去。这鹰爪柴的气息，每一秒都在磨我的神经，再耗下去，迟早被他找到。不能被动等死，这绝林地形复杂，就是我的机会，必须赌一把。灵石能散灵气，绝之混灵石粉，气味肯定比我的标记气浓。用神行符引开它，再用灵气喂压我的气息，然后趁机逃跑。最后一张神行符，本来是用来保命的，现在只能用来引他了。就是现在，灵力波动起来了，他肯定能感觉到，快被吸引过去。成了，气味扩散开了，标记器被压下去了。不能回头，不管身后有什么动静，只往前跑。灵力彻底没了，连抬步都费劲，难道真的要死在这？连息诀都撑不住了，我的气息全露出来了，他离我更近了。前方是开阔地，还有机会。那是仙盟的标记，不管是不是陷阱，都是我唯一的机会。拼了，榨干身体最后一丝力气，冲过去！再坚持一下，离那面旗子越来越近了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撑一下，只要到了岩石旁，就有机会。那抹仙盟的淡金光是灵气，是生的希望，只要碰到岩石，我就能活下来。旗子就在眼前，我要活下来，绝不能死在这。终于到了，他不敢靠近石碑，这区域有什么古怪，让他如此忌惮？这难道是仙盟留下的防护？刚才差一点就被利爪撕碎，还好赌对了，这石碑区域真的安全。不能放松，鹰爪柴还在外面盯着，这石碑的禁制不知道能撑多久，得赶紧恢复力气，弄清这里的情况。希望这药力能快点起效，哪怕只恢复1成灵力，也能多一分底气。这么厚的苔藓，下面肯定有字，说不定藏着离开这里的方法，或者关于猎杀者的秘密。是仙盟的铭文，原来这里是仙盟的临时监察点，难怪有禁制。下面是历任监察修士的留名，还有例行记录。后面越来越潦草，间隔也越来越长。云雾则异动频发，低阶妖兽躁狂，和我遇到的情况一样。原来30年前就有预兆了。监察修士周衍7日前留的言，盟内巡查队敷衍了事，仙盟知道这里有问题，却不管。最后几条字歪歪扭扭，很匆忙，肯定是遇到了危险。这是他的遗言。果然，猎杀者收集玉牌，就是为了那个协议阵法。这是一场策划已久的阴谋，这是一场血腥仪式。仙盟要么知情不报，要么被蒙在鼓里，而我们这些试炼者都是祭品。他现在不是最大的威胁，真正的危险是那些收集玉牌、激活阵法的黑袍猎杀者，还有仙盟内部的问题。神行符不能再浪费了，必须用在刀刃上。得尽快想办法离开这里，找到安全的地方。
能再被动躲藏了。我要活下去，还要把真相带出去，哪怕前路再危险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，也要阻止这场血腥仪式。不管前方有多少危险，我都要走下去，揭开所有真相。丹药的暖流勉强撑着经脉，可灵力还是弱得可怜，绝不能放松警惕，不能坐以待毙，要找其他线索。这旗子一点灵力反应都没有，旗杆也是普通铁木，线索不在这。这沙砾微尘冰凉，带着极淡的灵力，难道是阵法残留？洞窟的阵法吞噬生灵，这里的场域驱赶妖兽，功效相反，却都干涉生灵气息。如果我能放大这场域的威慑力，是不是就能逼走银爪柴，把仅剩的灵力注入玉佩？它能稳定心神，对抗邪意，或许能和石碑场域呼应。赌一把，哪怕只有一丝希望。凶性更盛了，难道我的威慑没用？不能放弃，再撑一下，一定要让他感觉到不安。有效，他真的被我的精神威慑影响了，对这气息感到不安。精神消耗太大，一旦我撑不住，他肯定会立刻扑上来，得赶紧找真正的出路。这里没有机关，场域的源头到底在哪？难道在石碑本身？感觉下面有弹性，还微微凹陷，不是石面的触感，难道下面藏着东西？这是周衍留下的，难道是启动什么的关键？我的试炼玉牌上面也有云纹，会不会刚好能嵌进去？好像不太匹配。猎杀者就是冲玉牌来的，用它激活玉片，会不会触发更可怕的东西？糟了，鹰爪柴又暴躁起来了，我没时间犹豫了。不用玉片，鹰爪柴扑过来就是死，用了可能引来更大的危险，到底该怎么办？别，千万别触发危险！没时间管玉牌了，哪怕用匕首划伤他，也要拼最后一把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一次躲不过就只能拼了。这玉片是最后的希望，必须拿到手。瞄准他大张的口腔上颚，那里最软，剧毒才能最快起效，一定要命中。中了，他居然没倒下，这点毒根本杀不死他。玉简突然发烫，是被玉片刺激到了，还是感知到了我的危机？玉佩也亮了，他们居然在这种时候产生了共鸣，是要帮我吗？原来需要这两股力量共鸣才能激活它，之前我根本没找对方法。是血脉本能的恐惧，这古老气息让他从骨子里发颤。就是现在，只要躲到石碑后面，就能多活片刻。活下来了，玉片还在发光，只要它亮着，鹰爪柴就不敢轻易靠近。不能放松，哪怕浑身虚脱，也要盯着他。他只要有一点动作，我就能第一时间反应，绝不能再陷入刚才的绝境。玉片的波动越来越弱了，呼吸越来越疼，只要还有一口气，我就不能放弃。周衍当年也是这样的绝境吗？他留下玉片，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后人报信？报信、玉片、光点，难道光点是传讯坐标，或者需要用玉片启动某种传讯阵法？可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操作。或许我能通过它传递求救信号，哪怕只有1/1000的可能。不管结局是什么，我都要直面到底，也要拉他垫背，绝不认输。鹰爪柴的凶性越来越浓，石碑的微光快撑不住了，屏障随时会碎，我必须立刻动手。不管了，赌一把。亮了，真的激活了！太好了，他被击退了。玉片越来越烫，在抽走我的力量。
他要把我榨干。有杀气从四面八方来，越来越近。抓住他，毁掉玉片，不能让他把消息传出去。都来了，那就一起玉石俱焚，把玉片的能量和石碑的禁制碰撞。最强的冲击波，这力量太狂暴了，连我自己都控制不住。打中了，他们阵型乱了，这是我的机会，必须抓住这个机会躲起来。疼！灵力乱流，像鞭子一样抽在身上。金刚符也碎了，防御快撑不住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被直接撕碎。身体越来越沉，意识也开始模糊了。给我搜，挖地3尺也要把他找出来。我还能活下去吗？给我包围这里，一寸寸搜。他受了重伤，跑不远。疼，浑身都像被撕碎了，经脉空了，灵魂也在颤。我还活着吗？这到底是哪？这是在哪？猎杀者呢？那股爆炸的力量呢？不是在阵法爆炸的地方了，我逃出来了。等会，那是苏玄尘，他怎么在这？你醒了。苏玄尘，怎么会是他？他怎么会在这里？是巧合，还是那是我的匕首？沾的是银爪柴的血，还是猎杀者的？先喝点水。你怎么？路过，你伤得很重，脏腑震荡，经脉受损，灵魂也有损耗。这是培元丹。能稳住伤势，恢复些元气。他在探我的脉搏，是在确认我的伤势，还是在感知我的灵力？周围暂时安全，你不用担心，可以暂时休息一会。猎杀者不见了踪影，是苏玄尘惊走了他们，还是爆炸的余波让他们暂时退却？刚才的动静是你弄出来的。监察给脸的玉片，你在试图报警。有人猎杀试炼者，收玉牌，图谋很大。我知道。必须告诉仙盟，你知道你也碰到他们了。我跟他们遇到后就赶紧躲避，但是还是被发现了。我也遇到过他们，而且他们对晨雾谷似乎格外关注。你身上似乎有种奇怪的气息，很微弱，但让人不安。我能暂时帮你压制或者伪装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，还有你在那古老洞窟里遇到了什么。我感觉得到你身上有那个地方的气息，很淡，但错不了。还有，你昏迷时手里除了匕首，还紧紧攥着这个青铜残片，他竟然发现了！他什么时候拿走的？认得这东西？不认得，但我知道它来自不该被触碰的地方。完全撒谎，不可能！不管怎样，绝不能把玉简和玉佩的事说出来。这些是我最后的底牌，绝不能暴露。现在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谁？在那洞窟里看到了什么？我叫叶影，长生叶家。至于洞窟，我是被猎杀者追杀，误入其中，里面有一个古老的阵法。守墓人阵法，应该还有其他的东西吧？还有一个自称守墓人的残留意识，他想吞噬我。这残片是我挣扎时无意中抓到的，他似乎对那阵法有些反应。他说了什么？关于阵法？关于逆命？他果然知道逆命。苏玄尘对这片沼泽的了解程度远超预期。他说，那里是埋葬逆命者的地方。逆命者？你身上的标记也是在那里沾染的？是的，而且里面的阵法
似乎能吞噬气血和灵魂。他还想抢夺我身上一件东西。伸手，别抵抗。你既说了，你真的要帮我？便兑现承诺。我会用玄元灵力压制标记。猎杀者、黑袍收集玉牌，激活古老阵法，这不是偶然，他们谋划了很久。这届试炼是个陷阱。你知道他们是谁？竟然真的在缓缓修复经脉的细微裂痕。这股灵力似乎带着某种奇特的净化或隔绝特性，虽然无法根除，但那股气息确实明显遮掩了他在帮自己。为什么？标记被暂时压制，你身上有他们感兴趣的东西，他们不会放过任何可能泄密的人。收好，这可能不只是残片那么简单。接下来怎么办？爆炸和报警的动静太大，这里不能久留。猎杀者可能去而复返，也可能引来别的东西。你能动吗？能走。好，我们必须离开沼泽核心，往边缘移动，寻找仙盟监察的漏洞或者其他离开的途径。在离开之前，我们得弄清楚他们到底想用那个阵法做什么，以及如何彻底破坏它。这地方太危险，爆炸的动静太大，肯定引来不少东西，必须尽快离开。合作，暂时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暂时合作。清理干净，别留痕迹。跟上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警报波动未散，猎杀者随时可能折返，必须尽快远离。你的速度，我还能跟上，不用特意慢。雾气再散，这不是好事。通常这意味着地脉灵力或某些反应禁止正在发生剧烈变动，搅动了上方的水汽和稳定场。和阵法有关？很可能。猎杀者收集玉牌，激活或修复古老阵法，必然需要庞大的能量和特定的节点。晨雾谷或许是其中之一，甚至是关键。你去过晨雾谷？晨雾谷不仅是关键，恐怕还是那阵法的核心枢纽。过去的事不必多问，不该你知道的别打听。地脉紊乱越来越强，必须运转灵力抵御，否则识海会受波及。玉佩的凉意顺着胸口渗入经脉，稍微能提起点力气。苏玄尘周身的金色灵力好精纯，他的修为果然深不可测。你之前在石碑旁说，是不是你早就察觉这试炼有问题，甚至早知道猎杀者的存在？不算早知道，但从踏入这雾沼开始就察觉到不对劲了。猎杀者，你对他们了解多少？猎杀者不过是一群傀儡，不值一提，但他们背后的人才是真正的麻烦。那些黑袍下的脸，有些你可能意想不到。他们的目的仅仅是激活阵法。若他们真能成功修复激活这阵法，所求之物定然超乎想象，绝非简单的逆天改命那么简单。这箭头标记很新，是猎杀者留下的，也可能是陷阱。跟紧我，收敛所有气息，运转敛息术到极致，里面的东西比猎杀者更难缠。这玉佩的凉意更浓了，看来这丛林的邪异气息比外面重多了。停，先别出声，前方有情况。是猎杀者，还是别的东西？是试炼者的尸体，看伤口，是腐骨钉，又是猎杀者干的。尸体姿势扭曲，明显经过激烈搏斗。玉牌被暴力打碎，还有未燃尽的灰烬。他们不是单纯的抢玉牌，像是在销毁什么。腐骨钉的腐蚀痕迹太明显了，伤口焦黑外翻，这些试炼者死得太痛苦了。玉牌碎片还在飞过，说明刚被打碎不久，猎杀者应该还没走远。不是销毁，这青紫色光芒是阵法献祭的气息，他们在进行某种玉牌的献祭或灵力传导仪式。献祭，用试炼者的玉牌和性命献祭，这股光芒和洞窟阵法的气息太像了。这震动是晨雾谷的方向，强的波动，阵法怕是被催动到关键阶段了，再晚就来不及了。没时间犹豫了，必须尽快赶去晨雾谷，哪怕是鱼死网破，也要搅乱他们的献祭仪式。还好有玉佩，这凉意再弱一点，我怕是撑不住这紊乱的灵力了。仪式完成了部分，他们在以玉牌和试炼者的精血魂魄为引，催动谷内的阵法节点。刚才的震动是某个节点被激活的反馈，必须阻止他们。这些是阵法力量催生的异象，离核心越近，这些动静就越剧烈，不能分心。必须催旺灵力护住周身经脉，这阵法散逸的力量能钻缝隙，一旦侵入识海，麻烦就大了。小心脚下，别乱踩，地面有古怪，像是禁制类的东西。这是
什么？暗红的线条像干涸的血渍。果然是阵法的气息，和逆命古阵完全同源。阵法力量的延伸，以血为引，污染地脉，强行接驳古阵残余，好狠毒的手段。以血为引，那得死多少人才能刻出这么多血线？小心，有东西冲过来了！好多眼睛在雾里，他们在看，在笑。跑，快跑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。脉搏微弱，识海乱成一团，根本不是被吓疯的，灵魂受创，被阵法散逸的混乱意念侵蚀了。那是什么？雾气里的红光好多点。不好，是阵法催生的东西，我们被盯上了。是雾葵由阵法气息和粘稠雾气凝结而成，不死不灭，只能暂时击溃。麻烦来了，烈影，做好战斗准备。这些雾葵碰不得，沾到就会被混乱意念侵蚀。靠背，这样能守住四面八方，你左我右，我帮你盯着侧后方。好，记住，只格挡不硬拼，用灵力护住周身。你的玉佩能防邪意，尽量贴在胸口，别让雾葵碰到你的皮肤。背靠背，守住各自方位，别乱阵脚。一旦被冲散，必死无疑。他们受阵法加持，寻常攻击效果有限，攻击核心那些红眼，或者附着其上的混乱意念。小心不要被他们直接触及身体，雾气可能侵蚀神智。剑光必须凝而不散，一击命中。居然有再生能力，这下麻烦了。这样打下去，只会被无限消耗。我的灵力虽比夜影充裕，但也经不起这样耗，必须尽快想办法突围，不能再被动防守了。太多了，根本杀不完。苏玄尘，后侧快顶不住了。可恶！不好，躲不开了。这是玉佩居然能进化！有效，太有效了！玉佩的净化立场能直接消灭雾葵，这下有救了！干得好，利用好玉佩的力量，这是他们的克星。你的玉佩能克制他们，但一定要节省使用，这力量必然有代价。注意你的灵魂负担，别强行催动，会伤了你的识海。该死！是血线，血线在给他们供能，难怪杀不完。不能缠斗，他们在故意消耗我们，拖得越久，阵法的影响越深，误会就越强，对我们越不利，必须立刻突围。我知道，听你的，你往哪冲，我就跟哪，绝不掉队。跟我冲，朝着晨雾谷方向破阵而出。这是晨雾谷的边界，万丈谷地，中央百丈坑洞，血线如蛛网密布。这就是猎杀者布下的血迹核心，比我预想的规模大太多。那是试炼玉牌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每一枚玉牌都是一条人命，他们把试炼者的性命都变成了阵法的养料。这阵法和我在古老洞窟里看到的一模一样，但比那个更完整，更邪恶。数十名猎杀者，还有头领级别的人物，都在维系阵法，硬闯就是自投罗网。看那里，坑洞对面内侧岩壁旁，
那是唯一的破局点。那里是维持外围血线和玉牌悬浮的次一级能量节点，破坏它能干扰仪式稳定性，让玉牌失控坠落。这是破阵锥的一次性仿品，威力有限，但能短暂扰乱灵力回路。怎么做？我现在灵力耗尽，正面根本帮不上忙。我需要你吸引那几名守卫的注意力，哪怕只有几息时间就够。终于靠近了，守卫就在眼前，准备制造动静，一定要稳住，不能慌。掷出去，一定要制造足够的动静，引开他们。谁？什么动作？有人闯进来了。那边有动静，过去看看。该死，异变，怎么回事？阵法怎么突然失控了？不是破阵锥的作用，是仪式本身出了问题，提前爆发了。玉牌在坠落。不是失控，是阵法提前进入了最后阶段，玉牌成了打开通道的最后养料。那是什么门？是阵法打开的通道，通往未知的黑暗之地。他们想召唤的存在，就要从这扇门里出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们的计划全乱了。慌没用，现在必须冷静。苏玄尘还在那里，我们还有机会，不能就这么放弃。就算门要打开，也要拼尽全力阻止。门后的存在还没出来，还在积蓄力量，这是最后的机会，必须想办法关闭这扇门。那扇门真的凝实了。那些痛苦的面孔在动，门后的阴影根本看不清多大，太恐怖了。只是一道缝隙，就有这么强的气息，要是完全打开，甚至整个修仙界都要遭殃。稳住，都给我稳住！注入灵力，控制阵法，别让它完全失控。集中力量束缚门后的存在，引导它的力量为我所用。没了，就这么没了，连灰烬都不剩。机会，这就是我们的机会。他们自顾不暇了。我被能量余波震伤了内府，但不影响动手。猎杀者现在乱成一团，我灵力只剩一丝，还有金刚符，你说怎么干我就怎么干。阵法不稳，猎杀者自顾不暇，趁现在，要么破坏血线关键节点，要么直接杀了那些维持玉牌能量回路的猎杀者。疯了，这比之前的计划还要疯狂。但除此之外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玉佩在护着我，他的力量在和深渊之门对抗，标记的躁动被压制了，识海也不疼了。有这股力量在，我一定能冲到节点。滚开，别挡路！破，给我破，炸了他！被发现了，好强的力量！成了，血线乱了，阵法的根基动了。你的对手是我，想稳住阵法，先过我这关。来了，阵法彻底反噬了，这股力量太恐怖了，比深渊之门的能量还要狂暴。快跑！必须尽快找到叶瑶，带他逃出去。叶瑶，抓住我！坚持住，我来救你了。抓住了，还好赶上了，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他就被吞掉了。不，我的大业，我的永生，我的深渊之力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再快点，再快点！能量洪流又追上来了。有声音，苏玄尘呢？他在哪？出事了，他是不是也撑下来了？
疼，脖子像要被拧断了一样，经脉扯着骨头疼。苏玄尘也还活着。你醒了，我们暂时安全了。我吃了其他修复的丹药了。回天丹，我最后一颗了，能保住命，修复部分脏腑损伤。别废话，吃下去。你活着，我们才可能都活着。苏玄尘，这颗药该给你，你活着才能带我离开这里。你吃，我还能撑住。别废话了。外面怎么样了？深渊之门关闭了吗？暂时安全，反噬很可怕，猎杀者损失惨重，几乎全灭。猎杀者也是自食其果吗？深渊之门好像不稳，被能量反噬卡住了，或者暂时闭合了。玉佩的力量消耗太多了，之前为了对抗深渊之门，他爆发了全部力量，现在正在缓慢恢复。还好有他，不然我根本撑不到现在。玉简拓印连一丝灵力都没有了。青铜残片呢？你的那块青铜残片，刚才我拖你进来时，它好像自己融进你左手伤口里了。残片融入了我的身体。残片融入了身体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残片明明是毫无生机的死物，它怎么会有如此诡异的特性，能自行融入活人体内？不对，好像融进皮肤了，它就是皮肤的一部分。我感觉冷、痛，还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像是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我身体里活了。那残片可能比我们想的更麻烦，绝非普通毒物，它或许不仅是钥匙或者信物。会有什么后果？能取出来吗？不知道，古镇之物尤其涉及秘密，记载太少，可能它会慢慢侵蚀你，将你同化，或者在特定条件下引发不可预知的变化。也可能它只是无害的待在那里，以我现在的状态做不到，而且强行剥离可能会引发更剧烈的反噬。有东西在靠近，不止一个，速度不快，但很分散，像是在搜寻。是幸存的猎杀者，还是被深渊气息污染，异变催生出的新东西？我们两个都重伤，能发挥出的实力不足平时的1成，只能靠这岩缝的狭窄地形周旋。邪物数量多，却也无法展开攻势，这是我们现在唯一的优势，必须利用好。这是什么东西？不是雾葵，雾葵还有实体。这东西是虚无的，是流动的，像水一样，还带着这么浓的深渊气息。3道，居然有3道！我们两个重伤之人，连站都站不稳，怎么对抗3道这样的邪物？越是危险，越要冷静，慌乱只会死得更快。不好，残片和邪物有关联，这残片怕是会引更多的邪物过来，必须速战速决。被深渊气息催生或吸引来的东西，它们似乎对生命气息，尤其是受伤流血的生命，有着本能的贪婪。可恶，这次是真极限了，本命灵力只剩1丝，一动就是透支生机。凝，把本命灵力凝在指尖。
反噬来了，还好，只是轻微一些，还能撑。只要撑到逼退他们。糟了，他们有协同意识，知道我是最大的威胁。完了，苏玄尘倒了，他撑不住了。我不甘心，我真的不甘心。还没走出这片吃人的沼泽，我怎么能死？这是怎么回事？玉佩和残片居然同时爆发力量，他们不是相互排斥、相互克制吗？对了，他们居然退了！这股非正非邪的诡异光晕，居然能逼退这些被深渊气息催生的影石之怪，这怎么可能？力气全没了，身体好轻，好困。他们没有走，只是在徘徊。只要撑到夜影醒过来，就能想办法离开这岩缝。不，不是我，我的手。他醒了。他在侵蚀我。那不是侵蚀，那是融合。残片正在与你的身体融合。我好像能感觉到它，很混乱，很危险。但它在强化我的身体。我能感觉到，我的右臂和玉佩融合，有一种玄妙的力量。不过，你不要主动感知。为什么？以你现在的状态，很容易被夺舍。我的手指有点不受控制了。你得压制住它。它在加速侵蚀我，我看到了一些破碎的画面。不要去看那些画面，压制住它。什么动静？入口处的暗影正在融合。什么？还会融合？你那融合的力量对暗影有克制作用。克制作用？你必须得掌控它。我和你的性命就交给你了，感受融合的力量，将它运到丹田处。我好像控制住了。不好。明明已经能使用这股力量了，怎么还在侵蚀我？不好，残片已经侵蚀到整个右臂了。我怎么控制不住我的右臂了？对了，玉佩，总算能动了。他们要来了。什么动静？不好，他们冲进来了。来了。趁现在，快冲出去！
不好，要撑不住了。你还能撑住吗？我还可以。快跑！他们又追上来了。不能停，停下来就死定了。这是，前方是出口。给我死！快走！走这边。好。我右臂的侵蚀好像越来越严重了。快，跟上！小心点，前面是碎石空地。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暗影？接下来该怎么办？现在前有堵截，后有追兵。听着，等会我引开他们，你趁机跑。可是你一个人会？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你的右臂是变数，活下去，而且你也未必会死。哈哈哈！来呀，看向我，你们这群邪祟！苏玄尘，快走！一定要活下去啊！滚开！别挡道！总算安全了。好疼啊！侵蚀又加重了吗？苏玄尘，你一定要没事啊！匕首还在，绑好，不能让它丢了。再拿块石头备用。终于可以恢复一下灵力了。这种感觉。前方有什么东西在吸引我的右臂，我倒要看看是什么。在原地给苏玄尘留个记号。这种感觉是有暗影在窥探我。滚回去！为何总感觉周围有点安静？前面那是什么？嗯，不是水，这是粘液。不好，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异虫子？给我退！
我得快点跑了。不好，前面没路了，只能跳进这个洞里面了。太好了，他们没追上来。唉，侵蚀又加重了。这次身体真是到极限了啊！那是什么声音？这种感觉是跟我右臂起共鸣的东西。给我起！我倒要看看是什么东西。右臂又有反应了，前方究竟是什么？就在前面了。这究竟是什么啊？找到血晶才能挣脱。这就是血晶。对了，还有玉佩。我一定要搞清楚逆命者的事。残片是核心，玉佩是控制。刚刚那是遗留下来的意志吗？逆命，非命，我必须弄清楚。什么动静？不好，血晶暴动了！给我挡住！给我退！总算击退了，可以休息一下了。越来越压制不住右臂了，他还想进攻。岩壁周围的血管动了。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，那你也别想好过。将力量汇聚在右臂，然后给我死！总算消停点了。走吧，去看看这里有什么线索。这是猎杀者的尸体，看来是被血晶吸干了，血晶也沉寂下来了，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。太好了，右臂也开始慢慢恢复了。可恶，居然逃跑！我还没搞清楚真相，不准走。这里是哪里？
怎么有这么多尸体？这种感觉是吸引我右臂的东西，就在那具尸体那里。一个储物袋，先收着。看来在他身下压着呢。给我松开！都死了还有这么大劲？这个短杖到底是什么东西？看着没什么用啊。注入灵力也没反应，除了材质有点看不懂外，也没什么特殊的啊。不管了，先收起来。不好，是精神攻击。是因为我刚刚把短杖收起来了才暴动吗？你是在害怕这短杖吗？那今天我就用这短杖毁了你！范围太大，多急！储物袋和短杖不能丢。好冷啊！感觉自己一直在下沉。不好，怎么在水里面？太好了，有结束制。总算得救了。没想到被那晶体击落到这暗河里面了，真是不幸里面的万幸啊！这次身体真是到极限了啊！接下来我该怎么办？不行，不能停在这里，我得活下去。有河流就一定有出口。我得往下游去。我得活下去。暗流怎么这么激烈？糟了，前面有漩涡，得抓紧原地，省略西走。不好，漩涡把上面的石头震下来了，得赶紧跑。我这是活下来了吗？头好晕啊！不行，不能在这里晕倒，咬破舌头总算清醒了。前面那是希望吗？太好了，有河滩。
总算是活过来了。对了，还有那个储物袋，让我破开禁制，看看有什么。太好了，开了。希望里面有能救命的东西。里面居然有食物和丹药，真是太好了。饿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吃点东西了。对了，刚刚看里面还有个兽皮小册子，我看看上面写了什么。逆命之阵节点已确认3处，核心血缘枢机波动活跃，目标身怀古逆气碎片者，苏姓。古逆气碎片指的是我右臂这个东西吗？算了，先不想那么多了，先出去再说。休整好了，也该继续上路了。继续顺着下游出发。天啊，这里居然有一个这么大的地下湖！那是阳光吗？太好了，终于可以出去了。我得想办法爬上去。那边有岩壁，可以爬出去。加油，夜影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快了，爬一半了。不好，石头松了，太险了，差点摔下去。还好我手速快，又抓了一个石头。要到了，再坚持一下。好累啊，但我一定要活下去。总算到顶了，给我上！太好了，活下来了。这里是云梦泽的边缘吗？右臂已经逐渐恢复，苏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。逆命者的事情还没有结束，我的路也还很长。